们做政治论述各方面都要符合现实。这个现实感呢，在台湾其实很欠缺哦。我们会讲我们叫 Chinese Taipei， Chinese 我们要把它翻成中华，但外国不会这样翻。中华跟中国，外国只会把我们当作那叫中国的，对岸中国人也会同意你叫 Chinese Taipei， 他们翻成中国台北啊，那这就变成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欺骗自己啊。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近年来，很多人都有感觉到社会当中的声音越来越两极化，冲突越来越剧烈。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为了让生活跟国家更好，但彼此提出来的观点却相差很大，社会也因此难以前进。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状况都觉得没有救了，无解。不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强者我朋友叶浩教授却不这么认为哦，甚至他为这样子的困境提出了药方。那叶浩教授强在哪里呢？首先，教授是伦敦政经学院的政治哲学博士，还曾经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学术的成果备受肯定。现在也是政大政治系的教授。而且叶浩教授不只是关在象牙塔里面研究而已哦，他一直都致力于直接跟社会对话。除了创办哲学星期五定期跟大众演讲之外，还主持过电视节目推广哲学普及。最近，教授更是集结了他近几年发表的论文，再加上呢对于台湾与国际政治的观察，写了一本重量级的专书，想要跟大家分享，在严峻的国际情势之下，台湾的民主政治还可以有怎样的可能性。那今天就让我们跟叶浩教授一起来聊聊，在面临严重分裂的现况之下，台湾真的还有救吗？以及在目前的国际情势当中，台湾的民主政治应该怎么发展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好，那教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自己七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浩。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好，那首先想要问教授，你自己有觉得就台湾近年来的这些社会上面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极端了吗？有，我可以从2个部分来谈它可能的原因。从国内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从1986年我们开始开放党禁解严，万年国会，然后总统直选，那这一路上原本都是从中华民国框架底下的制度，慢慢的变成民主化，但是总有一天它一定会来到中华民国这一部宪法本身，它就一定会碰触到谁制定的宪法为什么可以放在台湾的这一个问题。另外一边呢，转型正义其实是2010年的时候联合国开始推动的，我们也是跟着联合国的步调开始在做这个转型正义。因为我们这么晚才做转型正义，我们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有解散原本的威权时代或集权时代的政党，我们要做的处理的是以前的威权时代的问题，所以它很显然变成是针对某一个现在还存在的政党在做，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像是2个政党的对决。然后呢，全球都同样面临到民主退潮的问题，很容易让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民主呢？西方国家他们自己民主运作也不太好，中国没有民主，经济发展的这么好，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民主？结果民不民主这一件事情变成是特定政党要努力推动的，它也会变成了一个是党的对决的问题。那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老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是用政治时差来形容，很想要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政治时差。政治时差呢，我如果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陆生来到台湾，他在这里生活一下，他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过10月10号的国庆日，但他们是10月1号国庆日，这里就马上出现了，住在这里的一群人，他们连国庆的日期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一个政治社群一定是有所有人共同能够庆祝跟纪念的，一年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日子，那这个东西叫做政治时间，也就是一个政治体一定有一套各种的日子应该做什么，然后彼此协调共同生活。那所以从外面来的人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的庆祝的日期不太一样，所以不同的政治体
本身就一定会有一种政治时差。但台湾不一样，台湾是有好几个不同的族群，各自移民过来台湾的时候，带着他们自己的原本的时间的想象、时序的想象，比如说什么时候逢年过节要庆祝什么，要纪念什么。所以我们台湾作为一个移民的岛，本身就有好几个不同族群，过着他们自己的族群的一整年要干什么的想象时间。所以等同于我们台湾其实不同的族群也有不同的政治时间，但是呢，我们的习惯是统治者用庞大的政治力量，让一个政治时间成为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可是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子，就会造成了对过去的理解不一样，对未来的想象不一样，乃至于对现在发生什么问题的判断都会不一样。比如说一个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两大族群都觉得说亡国了，但他们的国不太一样。对，那就是大的政治时差。那教授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湾有几个比较重大的时差吗？第一个重大的时差，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而产生的，我们把它简单的化约为叫做蓝绿的意识形态。那这是一个，可是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时差，我们跟整个国际上的人权制度其实有一定的时间的落差。世界人权宣言在1966年制定，其实1967年中华民国就已经是签署了，可是我们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才批准它。这一件事情本身，我们就有一个很长的时差了，40几年的时间，我们才批准它。它导致了我们跟国际上的人权发展的时间也有一个很严重的时差。然后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中间的这些过程，你会发现非常的有趣，就是1945年中华民国共同创造联合国宪章，好，然后呢，1948年中华民国共同的草拟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共同的帮忙制定跟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但是呢，1945、1948、1966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国际上的代表在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我们在搞228。然后呢，1966年我们在签2公约人权公约的时候，我们是白色恐怖的高峰。这一个时间的落差其实也蛮可怕的因为它是一个浪潮，就有点像是我们错过了浪潮之后，你就没有那个时间点可以讲这些话了。对，然后我们在很久以后我们才开始做。2009年的时候，我们才正式的批准了2公约。联合国2010年就按照2公约开始来推动全球性的转型正义，结果我们也晚了很久才做转型正义。这里也造成了另外一种的时差，那就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做转型正义，并没有认真的处理过威权时代的各种的遗绪。台湾的民主是一个仰赖着过去威权时代各种想法、生活习惯来运作的，这一个时差很严重。我们的政治文化跟我们的政治体制有一个严重的时差，而且每一个时差背后都有很大的一群人，都有在那个时候得利的人，或者是他的价值观从小就被就是这样长大的时候，要在我们这个岛内把这个时差，而且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岛而已，调整起来大家很容易遇到彼此，然后觉得为什么你是这样想，你这样想，所以每次可能都变成冲突，然后人又不喜欢冲突，所以最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结，然后我们就觉得它太复杂，我们只好把它摆在那里了。我们就会有一种习惯说，我们不要讲政治，不要碰政治。但坦白说，威权时代就是不准你讲政治。结果我们进入民主时代，我们还继续不要讲政治，而且我们会出现好多的单一议题在推动的公民团体他们每一次，比如说要什么环境保护啦、动物啦、流浪狗等等，他们要开始跟你讲话的时候，就说但我们不要管政治，我们不碰政治。就所有的议题都跟政治有关，可是我们不敢讲说我们在谈政治。那这一种害怕谈政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威权遗绪，我们并没有去处理过。如果是正常的时差，大家会觉得说时差就本来就应该调整。可是遇上这种政治时差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不然我们先放着好了。对，因为放着最简单，放着最简单，但它就会越来越久它就会越放越久，以后会越难处理。对，因为它会变成一个算是民族性的根本。
然后你就无法撼动任何基础工程了。在书里面，其实教授你有提到这个中美之间对于政治时间的这个想象不同，然后也有聊到就是这件事情其实造成了目前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紧张。所以我想问问，就是教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他们双方对于政治时间的想象有怎么样的差异？美国呢，基本上他们对于政治的想象叫做单一的线性时间，他们相信人类会慢慢的进步，比如说会慢慢的越来越理性，然后就会开化，就会进入文明等等。不民主的国家慢慢会变成民主的国家。美国的政治时间是固定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开国的时间宪法，但是他们内部也有政治时差哦，就是大家都相信历史是往一个方向进步，可是左派比较进步还是右派比较进步，他们会为了这件事情内部吵翻天。不管怎么样，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全部都是相信民主，也都相信跟美国不一样的一定是相对落后。可是在中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中国基本上还活在19世纪了，你跟他们讲任何的事情，他们都会告诉你说百年耻辱了，西方列强侵略了，他们一定要从那个时候开始讲起。他们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不是线性史观，但他们有一个循环史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个想象跟美国的单一线性不一样。中国的这一种线性史观其实就是一个朝代史观。1648年的时候，国际上开始建立一个叫主权国家的体制，开始明确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实际掌控的领土才会是你真正的领土范围。这跟中国的朝代史观还有天朝史观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并不承认这一种我实际拥有的领土就是我真正的领土，他会去讲说我自古以来的什么东西。这一点就跟主权国家体制很不一样。中国一直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时间点确定说这就是我的新的国家起点的开始，他们就是把民族跟国家整个混为一谈，然后把19世纪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又往前推成是5000年的一个民族，所以中国就变成是一个有5000年时间的民族国家。所以因为时间的想象不同，他们现在反而在主权上出现了很大的冲突。我们台湾就是一个这个冲突具现化的。对，你不用跟我讨论为什么，没有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这种感觉。而且1895年的时候，其实是根据国际法割让掉的，割让出去的就已经不是你的了。然后他们还要去吵说，不是，那是自古以来是我的，等同于他完全不相信国际法这件事情。所以中国没有赶上国际法兴起这一段时间。那这个解决政治时差的方法是什么呢？解决政治时差的方法就是著民自觉嘛。著民自觉的话，所有的人，不管你活在这一个土地上，这一块领土上，你是来自于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民族，你讲哪一个语言，如果你们这一群人要共同生活，那你们有经过著民自觉公投，那你就不能够再吵什么你是自古以来的，你从哪里移民来的等这一些的问题。所以大部分都是借由著民自觉重新开机，让这一整个社会，你可以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可是我们来到这里，让这一个社会重新开机，我们重新定，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而且透过公民自觉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区分内外，不能够参加的你自然是外人嘛，那你如果参加的才是我们继续住在一起的人。所以著民自觉一直以来都是最简单的，著民自觉，然后制宪，有制宪你就会有国家的开国的纪念日，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活在共同的时间当中了。但是呢，这一些的做法对台湾都太过于激烈，所以我们连国事会议都还没有召开过。我们以前召开国事会议是有关总统治权的问题，我们没有召开过台湾到底要不要这部宪法，要不要制宪的这一个大规模的国事会议，我们都还没有做过。所以我退到最不激烈的就是我们好歹开个国事会议，创造一个可能性，让所有不同族群来共同讨论台湾的未来，坐下来好好吵架一番。你可以吵个半年，然后到最后我们再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国事会议、著民自觉、立宪，大部分的正常国家可以有的。如果我们做不到，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做转型正义啊，这也是一个时差嘛。我们用威权时代的政治文化操作着一个民主制度，这一个严重的时差，卡卡的，对，卡卡的。我们可不可以先解决这一个时差的问题？
先补课嘛，知道说民主制度是什么，然后怎么运作，以及先培养适合民主运作的一套公民精神跟政治人物的对话沟通吵架的能力。还有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立即可以做的事情，我们2009年我们批准了2公约，2公约变成了仅次于宪法，高于一般法律，这个位阶其实非常非常高，而且这个东西是直接跟国际的人权接轨的。我们已经让它变成国内法，而且高于一般法律。照理说，接下来所有的法律都要配合2公约的内容来重新修改。但是2公约包含了做转型正义跟废除死刑，我们就很奇怪啦。我们自己让2公约成为高于一般法律的东西，里面要求要做好转型正义，以及要废除死刑。那这个时候台湾直接说这是外来的，我不要了。你好像世界人权的东西，我们可以沙拉吧的选择，但你已经让它变成国内法了，我们就会出现支持转型正义的人，他可能不想要支持废除死刑；支持废除死刑的人，可能会觉得转型正义是仇恨政治，是绿营的东西。这整个的混乱，所以让我们的国内法完完全全的符合我们的2公约入法之后的这一个法，先解决这一个的时差，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刚刚教授讲的这些东西，好像有一个大的词可以包括嘛，就是我们在讨论如何让台湾的国家正常化，但可以吗？可以这么说？对，没错。但在提到这个国家正常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国家对这件事情会非常的敏感。我们只要做任何事情，它就会有很多的举动或跳起来，那就是对岸的中国嘛。那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走向国家正常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两岸和平一直是我们需要非常注重的议题。我们在之前的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这边有得到一个想法是，我们好像觉得台湾拥有的资源跟中国比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能够使用的策略好像也很受限。如果要跟中国比的话，从人口跟经济的规模各方面来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他比。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中国比？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迁到小岛型的国家，所以他一直保有一个泱泱大国的想法，所以他当然直觉的觉得台湾是很小不拉几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岛国也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就人口而言，我们等于澳洲，而且这一次应该是第3名吧，奥运的金牌。我们同等澳洲，我们比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我们都大很多。我们是英国的1/3强，这么大的地方，如果你要发展国力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发展成英国1/3的国力够不够？那就很厉害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那么大的中国比？这个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奇怪的习惯，但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19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进入冷战，配合美国的全球布局，有了全世界第一个加工出口区。我们同时还进入锁国的时代，出国留学一定要透过中山奖学金去美国留学。我们大概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初，所有学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以美国观当作世界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台湾当然就是也很小。最重要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在2战之后的超强大国的时候，他们整个在国际上的讲法，或他们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东西，都是一个叫做现实主义的想法。简单说，就是每个国家尽可能发展自己的经济跟武力，越大你就越安全，就会越能够保障自己。所以美国作为一个超强的国家，特别爱讲拳头大就是老大，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力足以到他们可以这么的做，这么的相信，甚至他们可以在很多时候不透过联合国安理会就可以独立行动。对美国人来讲，外交政治或政治这一回事，本来就不一定要守国际法，通过联合国，因为我实力足够大了。我们台湾人跑去美国学这一套回来，也继续讲拳头这大就是老大。所以我们只有2个策略：一，依附大国，要么你依附美国，要么你依附中国；二，你发挥自己最大的影响力，在中美之间想办法操控他们、操弄他们，让你自己最有利。你如果这一件事情做不到，那你最好就是选择一个依靠。那这一个想法本身就是美国的理论。那美国的想法是你依靠我就安全，可是我们就会有一些人说，那美国不可靠了，我们要依靠中国。如果你相信拳头大就是老大，
今天如果我是个大块头，我正在打你，然后一边打你，我告诉你说拳头大就是老大，如果你还点头说对，拳头大就是老大，那你活该就继续被我打咯。那你不想被我打的话，你应该说什么？不可以打人，拳头大并不是就是老大，国际上有国际法，有国际道德，有什么这一些东西，你应该要开始去发展这一类的论述，这就是中小型国家通常做的事情。英国从大英帝国恢复到变成一个中型国家的时候，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他们发展的方式都是努力经营国际法的学者，尽可能让自己的国家好多的人才懂国际法，运用国际法，再加入国际联盟、国际社会，懂国际法，培养国际人才，以及适当的加入很多的不同种类的国际联盟，你自然就不会是小国。但我会想的是，我们现在要加入很多国际的组织，还是很受限啊，那该怎么办？我们有好多不同的非官方的方式可以参与。我们自己批准了2公约，然后又不好好做，你觉得国际上会怎么看待我们呢？2010年，国际人权观察团就开始来台湾，一直观察台湾落实2公约的状况如何。他们每次就会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你转型正义做得怎么样啊？慢慢废除死刑了没啊？这个时候就很奇怪啊！你自己说要跟国际接轨，国际的人权团体来的时候，又看到你好像也没有认真要做这件事，这个是国际上打压我们的吗？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打算好好的做。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如果你要加入任何国际组织，你的宪法还宣称说你有对岸的领土，请问多少正常国家同意会接受我们吗？我听到是我们过去可能例如说被中国打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感觉，但是在这个显而易见的高墙前，我们其实自己设立了很多的障碍，我们都还没有把那些东西给拆除。然后但我们就一直只说，因为那个别是这样，因为那边这样，然后我们这边就不做任何的举动。但这样只是把很多的选择权或者是很多的时机一直拖后，那这个所谓的政治时差会变得更加严重，变成一个负的循环。就是其实我们内部都一直还没有处理好政治时差的问题，这会让我们无法以一个正常的状态去外面跟别人交涉或争取。对，就是自己内部也要已经清晰，我们要先有自己的共识，先吵架完了，那我们准备好了，然后跟别人聊一聊。吵架很多时候我们被认为是一个负面的感觉，可是在刚刚的讨论当中，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每个人必经的事情，而且我们要吵我们才会清楚啊。还有一件事情也许可以谈，就是我喜欢汉娜·鄂兰跟柏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概念叫现实感，他们特别强调我们做政治论述各方面都要符合现实。这个现实感呢，在台湾其实很欠缺哦。我们会讲我们叫 Chinese Taipei， Chinese 我们要把它翻成中华，但外国不会这样翻。中华跟中国，外国只会把我们当作那叫中国的，对岸中国人也会同意你叫 Chinese Taipei， 他们翻成中国台北啊，那这就变成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欺骗自己啊。但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刚刚教授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想一定还会有很多人认为说这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理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些政治理论它其实是理想，很难直接去改变现况的。教授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一直到2公约等等，它都不是理论，它都是现实，而且是国际法。促成联合国以及人权的所有这些东西的确是思想，但它影响很庞大。我喜欢柏林一句话，他说一个教授在安静的书房所培养出来的一个想法可能会摧毁一整个世界。他当时在讲什么呢？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影响不大吗？列宁滥用马克思主义把它搞成了另外一种的共产主义，差点摧毁了这个世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中国不大吗？如果思想不重要的话，他需要逼迫小孩子从小到大过程当中还要读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坦白说思想没用的人，他本身这是不是一个思想？那为什么我要接受你这个想法呢？如果你看各种革命，或者差点毁掉这整个世界的各种想法，它都是从某一种特定的思想慢慢演变出来的，所以我反而觉得思想力量很大呀。最后我们可以请这个教授帮他总结一下，如果说台湾现在内部面临的这么严重分裂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可能一个步骤啊，或者是一些结构，才可能打造出一个没有时差的共同故事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正确的认识国际社会，包括国际法还有联合国在推动的事情。除了我们刚刚谈到的著名自觉，都已经是人权的一部分。2010年开始，联合国在全世界大规模的在推动了转型正义。目前有38个国家采取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3个国家做的是德国的模式。但我们可以认得出来，这里已经50多个国家了，再加上其他混搭这2种的，目前全世界大概有
70几个国家做转型正义，而我们当作这叫仇恨政治啊、蓝绿营的东西了。这就是对整个国际社会联合国推动的事情不够熟悉，先正确的认识联合国推动什么，以及整个国际法的这些东西，我们才会知道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台湾。我们没有办法再糊弄国际社会下去了。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补课，好好的认识民主。民主它就是一个解决冲突的机制，民主是由人民来选出来的，选出来的人会直接反映大部分的选民的素质想法，人民的素质想法越高，民主选出来的人才会越优秀。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民主不是让你经济 GDP 可以成长很好的方法，它不是独裁制度这种。如果你碰到伟大的明君，独裁制度也可以发展得很好。那如果你倒霉碰上很糟糕的人，你独裁制度，你整个国家就几乎就爆了。所以民主就是这一种平庸的，不上不下，勉强大家可以运作。所以你不要对民主期待过高，正视民主是什么，降低期待是运作民主最好的一种方法。这就是一种民主的韧性吧。当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更通彻的了解，然后我们透过刚刚讲的退一步，有的时候所谓的退一步，可能其实也是看看历史，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把民主为什么产生的这些原因都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更认识它，你就更知道你应该怎么看待它，或者是运用它。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自欺欺欺的观众分享的呢？我们关起门来可以自欺欺人，但国际社会眼睛还是雪亮的。我们不要用英文的这些词汇，透过我们的中文翻译来糊弄我们自己。我希望捍卫一个开放的未来，不要让台湾的未来卡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不要让多元文化、很多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点移民来台湾的这一个多元的社会，卡在一个单一的民族想象当中，然后把台湾还给世界，这是我最希望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不要让死人埋葬活人，对，因为我们太喜欢用祖先是什么，过去历史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允许台湾人走什么样子的路。甚至有人会指着祖先说，如果你这样就数典忘祖什么什么什么等等。我告诉你，祖先没有那么小气，只有活着的人会借用死人的名义来压迫活着的人，死人不会。我相信祖先会希望台湾也有机会开枝散叶，成就他自己的未来。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1号教授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大家记得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就虽然感觉上有点理论，但其实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里面有很多会让你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反思，我过去认识的跟这个描述怎么有点落差，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用到教授刚刚讲的，就是当下你可以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而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这集就先到这个地方。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把今天的影片放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谢谢。